大家好，这个影片要跟大家介绍注册 Azure Account 的注意事项，以及 Azure 基础阶层架构。本来是要直接进入同步地端 AD 与 Azure AD 的主题，但后来觉得如果没有先搞清楚 Azure 各种基础角色之间的关系，后面会产生许多问题，在规划上面也会有所遗漏。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 Azure Account、RBAC、Tenant、Management Groups、Subscriptions 以及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那这个影片一定可以让你快速的理解与掌握。在正式进入 Azure 的云端世界之前，要先注册一个 Azure Account。注册 Azure Account 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几个重点。第一个，一定要使用从来没有注册过 Microsoft Account 的 email 去注册。第二，要从 Azure 网站的 Start Free 连结去建立账号。如果你是直接到 Azure Portal 注册账号的话，就没有办法取得新使用者免费赠送体验的6000多元额度。而且，除非自己注册 Pay as you go 的订阅，否则 Azure AD Tenant 会永远处于没有授权、无法使用的状态。所以注意一定要从 Start Free 的超连结去注册 Azure Account。注册过程中会要求你输入一个信用卡资讯，用以确认你的身份。这个步骤请使用一个从来没有登录为 Azure Account Payment 的信用卡来验证，否则也没有办法取得新使用者免费体验的6000多元。注册好 Azure Account 之后，来认识一下 Azure 的基础阶层架构。这个微软有提供完整的说明文件，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以下就带大家快速了解几个重要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相互的关系。首先，在最上层的就是刚刚注册的 Azure Account。每一个 Azure Account 预设都会有一个 Azure AD， 一个 Azure AD 就是一个 Tenant。到目前为止，跟你地端的 AD Domain 一点关联都没有，请记住这一点。在 Azure AD Tenant 底下有 Management Groups， 它的功能是可以用阶层架构、槽状继承的方式，对所有的 Subscription 进行权限与政策的规范。每一个 Azure AD Tenant 预设会有一个 Tenant Root Group， 你可以根据需求在它的下面建立多个多层的槽状架构。每个阶层都会继承上层的设定，上面有多少层就会继承多少设定。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在下阶层中设定 Deny 项目来改变继承而来的设定。Management Groups 是一个逻辑上的角色，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它，因为预设它并不会出现在 Azure Portal 左侧的选单中，而且即使从来不用它，也不会影响你初期在 Azure 上的运作。通常要组织大到一个程度，管理上出现瓶颈了才会想到它，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变得很难变更架构了。在 Management Groups 的下一层角色是 Subscriptions， 每一个 Subscription 只能属于一个 Management Group， 每一个 Management Group 则可以有多个 Subscriptions。 Subscription 是由 Azure Account 所建立的账务角色，包括一开始的免费体验，经由设定信用卡而建立的 Pay as you go， 采购 Azure in Open， 或者是与微软签订契约等等。一个 Subscription 只能属于一个 Azure AD Tenant， 一个 Azure AD Tenant 则可以有多个 Subscriptions。 Subscription 可以有条件的从一个 Azure AD Tenant 移转到其他的 Azure AD Tenant， 或者是移转给其他的 Azure Account。但如果在 Subscription 中已经建立了许多资源在运作的话，移转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要有完整而良好的规划再去踩这个坑。Subscription 底下可以建立各种资源群组，资源群组跟 Management Groups 一样，也是一种逻辑上的角色，只是它没有阶层架构，所以没有槽状继承的功能可以使用。资源群组底下可以建立各种资源，在同一个 Subscription 的前提之下，各种资源只要是在停止的状态，都可以轻易的在资源群组之间互相迁移。以下我们来把所有角色之间的关系做个整理，由上往下分别是 Azure Account、Azure AD Tenant、Management Groups、Subscriptions、Resource Groups、Resource。
每一个上层角色可以有多个下层角色或物件，每一个下层角色或物件则只能属于一个上层角色。下层角色可以有条件的在与它所属上层角色平行的角色之间迁移。以上这个阶层式的权限与政策管理槽状结构称为 Azure RBAC Role-Based Access Control。相信这样的说明有比微软的文件更清楚，能够让你快速的理解与掌握整个轮廓。更深入的内容就必须要请你自己去微软网站阅读研究了。下一个影片我们再继续使用 Azure AD Connect 同步地端 AD 与 Azure AD。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说明有帮助到你，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再加上分享出去啊！